不行不行，我得暂停一下。应该没有人能理解我为什么看到那2句台词会特别想哭啊！哎呦，哎，我的妈！少见啊，这集直接一上来是片头。团体战3，他姐姐是4级咒术师吗？为什么等级会这么低啊？安心你妹，安心，强的要死。他是你对手学校小集体的老大呀，能不厉害？那他的这个4级里面肯定有好多的问题和猫腻啊，为什么不让他升级呀？他之前用过这个招，用来砍虎杖的，但是根本连毛都没碰到。没有他的信息，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什么套路。啊，这是他自己的武器吧？哦，还有苦，可以呀。刀被拿走了，谁的乌鸦？这又是谁？禅院家从中作梗。长得好精致啊，明小姐，这下巴，这头发。啊，所以这个明小姐好像也是和这个5条悟不对付的。他之前说话的语气好像不是这样的。这集是看他俩打吗？哎，他说的乍一听是什么性别歧视，但实际上你仔细想想，哎，有道理的，好有现实意义的。要制服他，关键是要把他的扫帚打掉，要给他打下来。是说熊猫吗？为什么是狗卷？这么害怕狗卷？可是现在他遇到的情况就是单挑啊，这个所谓的团体战打来打去，好像就是在单挑，感觉不是大家一拥而上的那样乱战，全部都分开了。他自己不是禅院家的吧？他为什么会知道他的事情？他为什么有这么大怨气儿啊？啊？跟他有什么关系？是别人家的家事吧？我也有我的背景故事。不要以为只有你有背景故事。说得好。新技能吗？哦，这些钉子还在他的控制之内，而且好像对这个扫帚妹形成了合围之势。哦，还能这样的？给我下来！差一点儿，就差一点儿。对，他有这个像巫毒一样的。哦，我天哪！哦天哪！不行，我得暂停一下。应该没有人能理解我为什么看到那2句台词会特别想哭啊！这明明是一个如此高燃的画面，然后
这个台词是如此的热血，但是它却触动到了我内心当中特别柔软的一个地方。真的就是一定要喜欢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不管你在做什么，你一定要相信自己，200%的相信自己，对自己永远乐观。我真的好希望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感觉自己已经爱上丁崎野蔷薇了。为了不把你锤死，但是我就是要锤你。我操，太帅了！有人阴他，是那个珍惜。看他打过这么多发，终于是命中一发了，而且这发还是爆头，直接给打晕过去了吗？啊，他是真一，他不是珍惜。他想说我输了，其实。姐妹对战，宿命对决，这集能看上吗？是枪快还是刀快？虎杖是懂点人情世故的啊，回答的滴水不漏。他身后有好多支持他的同学呀，他的学弟学妹。刀劈子弹。他除了打枪还会别的什么吗？我看出来了，我感觉到了你很弱了。有在呀，什么东西？哦，是这些诅咒。他姐姐看不见，但是他能看到。看不见就等于不存在。唯心主义。我喜欢他这个发型啊，比现在的发型好看啊。吼吼吼吼吼！哦，他这一句话其实能说明他是在乎他妹妹的。这两姐妹没有矛盾吧？目前给我的观感上，真一就像一个拿着左轮手枪的普通人啊，而且枪法还这么不准，总是人体瞄边，打不到啊。写轮眼。为什么还有一颗啊？哦，这是他的技能。为什么叫初恋？不会消失，所以是真正的无中生有。他真的能造出一颗子弹来。啊嗨呀，一天只能造一发呀，最多也就是把他的眼镜打碎吧。徒手接子弹。哎呀，连眼镜都没打碎，我还高估他了。为什么说他是反向的天宇宙父啊？那你的心态有点太不平衡了吧？就因为你的姐姐有你没有的才能，所以你嫉妒她，恨她。啊？哦，所以他好痛苦。但是说出的话没有道理啊。我理解他的痛苦，但是他说的话好没有道理啊！为什么要拉着别人跟自己一起落魄呢？是啊，做自己呀 ，Be yourself。你到底是为谁活着？所以他是觉得他姐姐丢下了他，他不想让他姐姐丢下他，所以他一直在努力，想要跟随自己的姐姐。
这一集的编排实际上用意也是非常明显啊，2场战斗，但是涉及的居然是4个妹子。这4个妹子之间具体她们打得怎么样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4个妹子她们的人生经历、背景、态度，这些才是这一集当中真正想要表现出来的东西。所以内核其实还是文戏。少主妹西宫桃她的表现呢是最一般的，我觉得她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她在战斗当中从她嘴里说出来的那些话呀，实际上都是真一的故事，都是别人的故事，而且目前也没有感觉到他们2个人之间有什么特别深、特别特殊的羁绊，就是普通同学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从他嘴里说出一个别人的故事，由此成为他战斗的动力，让人觉得使命感、代入感都没有这么强。反正我看上去就是觉得有一点奇怪，再加上最后其实他在单挑当中是输给这个丁崎野蔷薇了，所以他的表现我觉得整体来看就是非常一般，可以给到 NPC 啊。跳过丁崎，直接说真一和真希这2姐妹之间的故事啊，这2个姐妹之间的这个恩怨情仇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姐姐呢是实力很强，而且内心强大；妹妹呢是实力不够强，而且内心弱小。2姐妹之间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姐姐真希内心已经强大到，首先就是她有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和愿望，就是他要成为禅院家的家主啊。其次呢，就是他为了忠于自己，他为了不受到家族的束缚，愿意脱离家族，脱离一个这么大的家族。对于一个女孩子，尤其对于一个未来的目标是奔着想要成为家族族长的这么一个女孩子来说，那她未来的人生路一定是全部都是荆棘和曲折，几乎你很难想象到有什么顺利或者说是捷径可走了。但是她依然义无反顾的，完全没有回头的选择了走上这一条路。由此可见她的内心是多么的强大呀！她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她根本不在乎家族对她的束缚，我就要自己闯出这一条路来。这是绝对的忠于自己的选择，忠于自己真的不是自私，而是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相反，他的妹妹做出的选择和他就是完全是对立的。他的妹妹之所以上了咒术学校，之所以成为咒术师，之所以走上今天的这条道路，不是因为自己想要，而是因为为了不被姐姐抛弃，为了追随姐姐。也就是说，他的选择是完全没有忠于自己的，他只不过是非常害怕被抛弃，他没有勇气独自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未来而已。所以说他妹妹最大的人生问题其实是把自己的未来和价值完全寄托，甚至是绑定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我其实也是最近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我才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会永远爱你的，即使是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可以无条件的爱你，但是他们也总有离开你的那一天嘛。所以你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坚强的前提就是你真的要相信只有你自己才爱自己。顺着这句话说，其实也能直接聊到这个我爱的丁崎野蔷薇了。就算他是一个动漫当中虚构出来的人物吧，就算他在这一集当中说出的这些台词都像是在给人打鸡血一样的喊口号，但是我真的好感动。而且我觉得所有受过伤害的，所有对自己不自信的，不相信自己，不喜欢自己的人都要去看一看丁崎野蔷薇。我曾经一度以为自己就是像丁崎野蔷薇一样的人，对自己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喜欢自己，相信自己能做到一切的事情。但是后来经历了事情，我才明白，原来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种幻觉而已，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挫折打击，我没有经历过折磨磨难。当经历了那些让我痛苦的事情之后，我其实陷入了非常深的，而且是很长时间的自我怀疑和精神内耗之中。即使到现在，我其实都不敢说我完全走出来了，我完全摆脱了那些内耗，我完全摆脱了对自我的所有的怀疑。但是看到这一集丁崎的表现，我觉得就是老天在冥冥之中在激励我，在鼓励我，在指引我，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应该做一个像丁崎野蔷薇一样的人，我就应该向他学习，我就应该无条件的喜欢自己，我就应该无条件的认可自己。你就是最棒的，你就是最强的，没有任何的理由。这其实不也是忠于自己、认可自己的表现吗？为了忠于自己，你真的不要把注意力再放到其他任何人身上了，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自己身上。因为只要你把注意力放到别人身上，这就意味着
那个人他就有资格、有能力去伤害你。你看看真一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他其实就是因为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到了自己的姐姐身上，所以他的姐姐反而成为了他现在伤害的来源，所以他会说我讨厌自己的姐姐。一切是不是听上去就特别的合理了？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其实我看的时候就说过了，刚才我说的所有的那些道理，真的希望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行吧？那关于这一集呢，我想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啊。最后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点赞、关注和评论，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